变形记是捷克作家弗朗茨·卡夫卡于1915年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，作为卡夫卡标志性荒诞主义的早期作品。这个故事讲述了推销员格雷戈尔·萨姆萨某天早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昆虫。虽然卡夫卡并无严明昆虫的种类，但在不同语言的译本中，最常见的是被翻译成蟑螂。变形记这个故事撕开人性与情感的虚伪外皮，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啊！它被公认为是卡夫卡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。故事一开始，男主格雷戈尔·萨姆萨在某天早上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，甚至超越他原来的体型。在检查了自己也就是蟑螂的身体后，格雷戈尔发现他是正面朝上且无法顺畅地翻身趴下。于是他开始思考，他是否要继续担任旅行推销员。这份工作让他倍感压力，因为他的暴君上司让他喘不过气来。虽然格雷戈尔希望可以辞职，但父母欠上司的债务未清之前，他无法任性的辞职。所以格雷戈尔在想着他该去上班，但发现自己完全没听到闹钟响。现在他已经迟到了。很快的，他的母亲发现他还在家里，便叫他起床。当格雷戈尔试图回应时，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变得极其诡异，听起来像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。过了一会，格雷戈尔的父亲和妹妹格丽塔试图进入他的房间，但房门是锁住的。他们要求格雷戈尔开门。此时门铃响了，格雷戈尔的上司竟亲自上门来查看他的情况。已经十分恼怒的格雷戈尔终于设法把自己从床上甩到地板上，但仍然无法把门打开，因为他已经没有手了，他的手变成蟑螂的腿了。格雷戈尔的父母在房门外向上司解释，说格雷戈尔可能病了。他的上司根本不相信挚爱，还威胁格雷戈尔可能工作不保，因为他最近的业绩很差。格雷戈尔平复一下心情后，试图在房门内与他们沟通，但他发现自己说出来的话根本就不是人话，他自己都听不懂自己在讲什么，哇啦哇啦的，没人听得懂。心力交瘁又无力平息，门外骚动的情况下，格雷戈尔铁了心要把门打开。最后他终于打开了门。当门外的人看到他的瞬间，格雷戈尔以变形的模样把上司吓得立即逃出这间房子，完全无视格雷戈尔拼命把门打开就是为了回去上班的努力。而格雷戈尔的父母同样被吓坏了，他的父亲用手杖把他赶回了房间，甚至打伤了格雷戈尔的蟑螂躯干。格雷戈尔太累了，被赶回房间后就睡着了。到了黄昏时，格雷戈尔醒来，闻到食物的味道。他发现妹妹格丽塔给他拿来了牛奶和面包。当他试图吃这些食物时，却感到非常恶心。后来格丽塔只好给他准备腐烂的食物残渣，格雷戈尔却吃得津津有味。格雷戈尔对现在的自己感到自惭形秽，他不想让妹妹看到他那令人作呕的样子，所以格雷戈尔开始躲在沙发底下，等待格丽塔带食物给他。此外，由于格雷戈尔无法与家人沟通，所以也没有家人跟他讲话，他只能躲在房内靠在门上听他们的对话。他了解到，由于他不能工作，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，他为此深感惭愧。格雷戈尔还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他的父亲和妹妹不允许他的母亲来看他。时间一久，格雷戈尔也接受了自己现在的样子，并开始在墙上爬来爬去找乐子。格丽塔也注意到这一点，她叫上母亲来帮忙，把格雷戈尔房间里的家具搬走，好让他有更多活动空间。但是格雷戈尔不适应房间的改变，因为他无法与家人沟通，所以他为了留住他房间墙上的一幅画，而从躲藏处跑出来。格雷戈尔的母亲一看到他，竟当场昏了过去。当格丽塔去找药来救他母亲时，格雷戈尔跟住妹妹走进厨房，把格丽塔吓得立刻又跑回格雷戈尔的房间。
并把格雷戈尔锁在门外，这让格雷戈尔很受伤。他意识到，就连格丽塔也开始疏远他了。不久之后，格雷戈尔的父亲回家，一看到格雷戈尔，就拿苹果扔向格雷戈尔，其中一个苹果命中格雷戈尔，并卡在他的背上，这让他整个瘫软下来。在失去意识前，格雷戈尔听到的是母亲恳求父亲饶他一命。由于格雷戈尔受伤，家人开始对他稍微宽大些了，甚至在晚上把他的门打开。然而，全家人都因为工作过度疲惫，让家里的气氛变得沉闷而无物。渐渐的，家人开始忽视格雷戈尔，就连格丽塔也几乎不再给他喂食。与此同时，格雷戈尔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要送格丽塔去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。后来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家人还收了3名房客，所以他们将用不到的家具都搬进了格雷戈尔的房间，这让他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空间。而格雷戈尔也几乎完全停止了进食，他的房门也被关得紧紧的，以免房客看到他。说真的，这些房客既蛮横又无理。一天不巧，房客们竟然看到了格雷戈尔，他们以此为由要求退房，并拒绝支付已住天数的房租。最让格雷戈尔心痛的是，格丽塔最终央求父母把格雷戈尔赶走，因为他相信，如果这只可怕的蟑螂真的是格雷戈尔的话，他早就会因为体恤家人而离开这个家了。突然间，格雷戈尔意识到自己有多爱自己的家人，而且他必须离开他们。他绝望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等待日出，最终死去。而为了哀悼格雷戈尔的去世，家人们特别让自己休了1天假，还把恶房客赶走。一家3口出去散步，随着负担的消失，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讨论几个丽塔的婚姻美梦，并憧憬着他们的光明未来。反正现在格雷戈尔已经不在了。解析《变形记》。《变形记》的创作时期正是欧洲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，资本主义的发展、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城市化的加速，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。同时，战争和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安与焦虑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。卡夫卡的作品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诞生的。从《变形记》的情节来看，格雷戈尔的家人对他的感情是复杂且矛盾的。最初，格雷戈尔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，他的家人依赖他，并对他怀有一定的感激之情。然而，当他变成昆虫后，他的家人逐渐从最初的震惊、同情转变为厌恶、恐惧，最终甚至希望摆脱他。格雷戈尔的家人在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时，无法适应他的新形态和由此带来的生活压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情感逐渐冷淡，甚至因为格雷戈尔的存在而感到生活的困扰和负担。这种情感的演变导致了他们最终对格雷戈尔的排斥和疏远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爱他。母亲在格雷戈尔受伤时曾恳求父亲饶他一命，这表明他对儿子的残余情感。但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恐惧下，他们的爱被压抑或转化为排斥。可以说，格雷戈尔的家人并不是不爱他，而是他们在面对这种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极端情况时，选择了自保，最终放弃了与他建立的情感联系。这种情感的冷淡和最终的放弃，真实地反映了人性在极端困境下的脆弱和现实的一面。